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。今天我们会谈到，真正的富人没有社交，只有独来独往的清醒。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开始过度强调社交的重要性。穷人需要主动向上社交，这是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出的观点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真正富有的人早已学会了独善其身。一，高手的交往是神交而非社交。这个世界很公平，你的能力有多强，人脉就会有多广。匮乏的人渴望热闹，物质匮乏的人需要外界的机缘，精神匮乏的人需要外界的认可。富有的人则早已明白，虚伪的奉承和无效的社交无法带来真正的友谊和价值，而孤独和单调反而能让人保持内心的清明，从而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我有一位朋友曾经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，创业初期他活跃于各种圈子、饭局、培训和聚会，言谈之间总是侃侃而谈，指点江山。没有他的场合似乎都不够热闹。然而近2年他突然从社交圈消失了，一打听才知道他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已然跨越了阶层。如今要找到他，只能上门喝茶聊聊。与他谈及社交时，他说以前没有社交会觉得空虚，现在没有社交反而内心充实。有了独处的时间和空间，我可以更多的专注于事业、健康和家庭。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。与其沉迷于社交，寄希望于他人帮扶，不如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。与其在他人面前拼命证明自己，不如专注于自我成长，不断提升自己。真正的高手往往是神交而非社交。他们不轻易参加无意义的聚会，不再执着于证明什么或改变他人。因为不同的阶层和思维方式使得改变他人既不可能也无意义。他们不愿降低自己去迎合社交，不是因为没有适应环境的能力，而是不想随波逐流，同流合污。与其浪费时间在无效的社交上，不如利用时间读一本好书或看一部好电影。真正富有的人早已学会与问题共处，只有那些焦虑不安的人才会用社交来消耗自己的时间。2，独来独往的清醒胜过同频共振。真正的强大始于独来独往。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会成群。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。我们常常把人性想得过于简单，以为真心能换来真意，直到经历了社会的洗礼，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价值交换，这才是健康的社交。当你没有可提供的价值，自然不会有人亲近。当你只会一味索取，关系也会逐渐枯竭。而真正的高手越来越享受独来独往的清醒。他们懂得以下3点。1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深交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朋友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，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深交。值得你真心对待的人屈指可数。因此你必须承认，当下的大部分关系都是低质社交。所以请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，也不要成为消耗他人的人。2，自立自强是强者的智慧。真正的富人懂得自立自强，他们不依赖他人，也不受他人情绪的左右。他们无需费力揣摩他人的心思，而是专注于自我经营和个人价值的提升。智者远离纷争，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。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不挤进别人的世界，就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3，独来独往是清醒的选择。真正的富人习惯独来独往，不是因为他们骄傲自负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虚与委蛇，锋芒毕露。他们舍弃了无意义的社交，追求内心的宁静。这不是自命不凡，而是因为他们懂得放下纠缠，享受独处的清静，活出真正的自我。3，富人独善其身，穷人迷失于无效社交。富人的圈子可以很大，大到涵盖各个阶层，但也可以很小，小到只需要与自己相处。而穷人往往还未能活好自己，也没有磨练出可以交换的技能或价值，就盲目地向外寻求，这无疑是一场笑话。在经济下行、消费降级的时代，这种差异更为明显。何必用旌旗召唤？何必用鼓声催促？富人始终明白，只有独善其身才能平稳度过风雨。他们的目标始终如一，创造更大的财富和价值。而大多数穷人却把精力浪费在无效的社交上，或是为填补内心的空虚，或是为掩饰自身的无能。他们不是怨天尤人，就是盲目行动，最终只落得蝇营狗苟、孤独叹息的结局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，
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随波逐流，不盲从他人，坚守自己的初心和方向，保持清醒，才能不断向前。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。独来独往背后往往藏着一种高手的风范。杨绛先生曾说，人生最美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，你都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留言。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